所以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H&C 申请案的普通的我们的代理和处理流程。首先，客户需要接洽我们，当你认为你自己呢有重大的困境在加拿大，或者你在海外，但是你有相关的利益方在加拿大，但是你又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比如说通过父母团聚、担保，又或者是本地的 CEC 类别的就是快速通道类别来提交一个能被批准的申请案。如果你面临这些情况，你可以接洽我们，要求进行一个评估我们叫 assessment， 进行一个 initial assessment。在评估过程中，我们会考虑所有的 factors， 所谓的重大的案情因素，包括你的 hardship， 你在本地的关联，如果你返回故国，你是否会受到 serious 的 consequence， 以及是否有儿童利益最大考量BIOC， 我们都会对所有这些因素进行综合的评估。一旦我们决定我们会受理来代理任何的个案，基于人道主义考量的申请，我们就开始文件准备，跟客户签订委托，并开始准备文件和证据以及相关的申请案表格。第3步，我们就开始提交申请案。提交申请案之后呢，联邦政府它会有一个审核的流程和时间线。一般来讲，现在呢，人道主义申请案在网上或者说可查询的时间线只是作为参考不具有任何的实际的指标意义。所以第5步，可能的结果，任何一个申请案面临着3种结果。第一个是原则性批准，联邦政府受理之后，一个移民官他会对这个申请案做出全方位的评估。一旦移民官基于他的自由裁量权认为联邦移民法第25条完全适用在这个申请案，那么他会给出叫原则性批准信。这个原则性批准信会通知客户，接下来要进行体检，还有提交其他的相关的文件，比如说就要进行的最后的永久居民身份确定这样的程序。还有一种结果呢，是联邦政府发出 Procedural Fairness Letter， 又叫程序正义查询信，是说联邦政府针对申请案中一些问题，他有自己的顾虑，要求申请人、当事人针对案情中的这些问题给出解释或者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被称为 PFL request。针对 PFL request 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否则如果联邦政府针对客户的回应不满意的话，也会最终拒绝这个申请案。那当然，第3种情况就是拒绝。联邦政府认为，如果这个联邦移民法第25条完全或者说几乎不适用于这个申请案，基于各项的考虑，你的特殊情况困难情况是否成立，是否有证据，你在加拿大的关联是否足够，你这里是否有未成年儿童的利益受到影响，所有这些点都不能得到联邦政府该审核移民官的满意，那么这个申请案会被拒。被拒之后，一般来讲，客户如果针对他的情况有重大的挑战，我们也认为这个证据充分的话，我们可以帮他提出所谓的复议的一些手段，包括 reconsideration 复议和再提交新申请案。任何的一个拒绝都不排除他的下一次的新的申请案，所以只要证据在新的申请案中是有增加的，或者说进一步的补充或者明确，都可以提交新的申请案。又或者当事人或者说我们认为这个本案中有重大的因素在原审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那么客户也可以提交司法复核 judicial review。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很多的朋友们针对人道申请案和加拿大难民庇护这2个类别有很多的困惑或者说混淆，我们针对这2个类别进行一个最简单的区分。那么这2个类别呢， H&C 和庇护申请案，它在考虑的审核的这些 factors 是有重大的区别的。 H&C 只考虑这个人是否具有困境，这是重大的问题，也就是他对他进行司法救援，叫 legal remedy、legal relief 的一个重大的前提。必要前提是说，这个人是否面临着一个 hardship 困境，所谓困难，并且有充分的证据。所以这是 H&C 的审核标准。那庇护案它只考虑是否有 well-founded fear， 是否有可相信或者说有重大事实为依据的恐惧。如果是公约难民，如果让他返回他的原居国，是否有重大的人身的伤害的危险。所以这2个类别都是有关他们有可能会受到迫害、torture 酷刑或者不当对待。所以庇护案他考虑的点主要是
针对人身的恐惧和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人道案中一个重大的一个考虑因素是儿童最大利益考量，这是人道案中必须要给予考虑的。在 refugee 案中很少会考虑到儿童最大利益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甚至这不是他的考虑的主要的标准，他主要考虑恐惧和迫害风险，所以儿童利益考量不是庇护案中的考虑因素。那么在有关他们的审核或者主管机构，那么又叫 authority，HNC 主要是 IRCC 或者说联邦移民部。那么 refugee 庇护的主审或者主管机关最终的决定权实际上是在 IRB， 又叫难民法庭、难民仲裁委员会，还有其他2个辅助机构 CBSA 和 IRCC。 所以这2个联邦的执法机构或者说行政机构，他们部分的参与前期的审核或者后期的执行，他们不是最终的 decision maker。decision maker 是 IRB 联邦难民法庭的 RPD division。 另外有关2类申请人，他们的申请的地点也有重大的区别。一般来讲 HNC 的申请人大部分是在加拿大境内，但是也允许考虑他们在境外提交。如果有重大的因素是这些人如果不能入境加拿大，不能获得永久居民的 visa 的话，相关当事人的情况，他们的加拿大的家人的情况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包括儿童利益最大考量。所以实际上是允许境内和境外2个类别。那么常规的 refugee 庇护的申请人，按照目前绝大部分的情况，联邦政府都要求庇护申请人在境内提交，除非个别联合国难民署在海外已经确定给予他们的难民身份。所以这些人如果在海外，联邦政府也认为案情重大，他们也会个案处理。所以绝大部分庇护申请人，他们的申请的提交必须是在境内。最终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几个成功案例。我们案例1，我们的一个客户 S， 他在中国期间和一个加拿大人同居生活，所以一个中国的女士跟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男士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并生有1女儿。但是很快呢，他们的关系就结束了，因为这个男士呢被发现欺骗和背叛了中国的这位女士。那么这个当事人受到男士的背叛和遗弃最终男士离他而去，这个加拿大人走了，也没有形成婚姻。但是他们在同居期间生有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女儿，所以这里有一个未成年一个儿童出现了。多年以后呢，当事人呢带着孩子来到加拿大，这个孩子这个小女儿已经长到我记得是已经上小学的年龄了。那么我们呢根据他们的情况，成功的为他来做出案情的分析认为呢这个人道主义在这个案中非常的重大，尤其未成年儿童的考虑。很快他的 HNC 的案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HNC 的案例。那还有一个案例呢，我们的一个客户 A 是一个老年的女士，盲人，单身，曾经有过短暂的婚姻，但是很快就形成离婚，所以他直到他的中老年阶段一直都是单身一个人过，并且他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他的姐姐弟弟全都移民和定居加拿大多年，所以在中国期间他再也没有其他人亲戚。当客户同他的兄弟姐妹呢接洽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成功的为客户申请了 HNC 的申请案，并且很快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那么这是一个盲人，尤其在这个里呢又有一个 medical 的一个 inadmissibility 的问题，我们成功的克服了 medical inadmissibility 对这个案子的排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我们下一个客户的一个情况，简称客户 K， 他的原居国呢是 LGBTQ， 所谓的性少数群体。他自从幼年时代呢，他就在原居国，因为他的 LGBTQ 身份受到社会的普遍的歧视和不当对待。当事人后来呢，他来加拿大读书工作，但是呢，他在近期的 Express Entry 申请中，因为呢申请案门槛分数比较高，现在他一直不能形成成案提交永久居民申请。当他接洽我们之后，我们成功的根据当事人他的 LGBTQ 的身份以及他的原居国所受到的这些有证据确认的困难情况，包括歧视情况，我们为客户当事人通过 HNC 申请案成功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申请案。所以这是一个联邦移民法第25条再次适用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情况。好，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针对联邦移民法第25条的聆听我们的讲解。如果有任何客户当事人你面临着重大的困境你在加拿大也有一定的关联，那尤其你可能会有儿童、未成年人士在你的案中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你可以尽快或者立刻接洽我们，寻求我们的法律帮助。好，谢谢。